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是觉得你的 YouTube 常常会给你一大堆跟 ADHD 相关的影片，又或者是呢，你如果一到了那个 TikTok 上面呢，时不时就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高敏感族群的一个人，又或者是呢，觉得你是不是也有犯自闭症？如果呢你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呢，这支影片就是拍给你的哦。也许你也是神经多元性族群的一份子哟。所谓的神经多样性呢，也就是 neurodivergent。什么是 neurodivergent 呢？它就是 neurological and diversity 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neurodiversity、neurodivergence。那所谓的神经多样性呢，它的定义呢，就是人类大脑中的一个多样性，代表人类的大脑呢，在社会的行为、学习的能力，还有我们的注意力和心智和其他的心理功能呢，会因为我们大脑而有所不同，而产生这些差异。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的大脑机制不太一样，运作的方式不同，导致于我们的社会行为、我们的注意力，又或者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跟其他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而这就是所谓神经多样性它的定义。Neurodivergent 呢这个词呢，一开始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是有一位社会学家 Judy Singer 他所提倡出来的。而在他的一个宣言里头他就说了，所谓神经差异，例如说自闭症，那其实呢就是神经学的一个差异而已。也就是说呢，不同的大脑运作方式，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状态的一个不同，仅此而已。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提倡给社会了解，大脑的神经功能的多样性的存在呢，就像我们的性别，还有种族，还有我们现在大家提倡的性倾向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不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哪一些人是所谓的 neurodivergent 呢？当然很多人，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人都会追踪我的频道，就是因为你可能看到我的 ADHD 的影片， ADHD 就是其中一个。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比较常见的就是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也就是泛自闭症的人，也是一个 neurodivergent 的一个部分。那还有哪一些呢？例如说呢，像 Dyslexia， 也就是阅读障碍的人，那他们就是在阅读或者是文章的一个语言的编辑还有理解上面是有困难的。然后 dyscalculia 计算障碍，也就是对于数字啊、计算啊这些他们是有严重的障碍的部分。又或者是呢 dysgraphia， 就是在于书写文字的部分，因为你必须要有视觉还有空间，然后才能写得出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会有严重的书写的障碍。然后呢，还有所谓的 妥瑞氏，我相信蛮多人都很清楚这个，也就是呢，在说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大脑的一个功能，导致于他们会有一个类似像一个癫痫短暂的一个动作，又或者是呢，有些人会变成就是会说一些话，有些人可能是身体会有一些抖动，不一定的一个反应。这一些人呢，都是 neurodivergent 的族群之一。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我们称为 neurodivergent， 是代表呢这一些人的大脑机制呢和大多数的人不太一样，也就是因为呢他们的大脑运作的方式和大多数的人不太一样，所以呢即使说呢就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面的人呢，也会有他们自己之间族群里面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例如像 ADHD 好了，其实就算你跟我一样都有被诊断为 ADHD， 我可能是注意力缺陷比较多，那你有可能是过动症的比较多的部分。那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会有彼此之间的个别的一个差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即使说像我们是有神经多样性族群的人呢，我们可以试着去包装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说呢，像有 ADHD 的人，可能就是明明就是很难专心去听别人说话，别人一说话你就走神，但是呢，你还是会很想要努力的去听，即使你可能在脑筋其实慢慢的就已经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即使努力的去
假装又或者是努力的去改善这些部分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其实这些困难跟这些挑战都还是存在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相对的比较难的一个部分。我们如果说整个社会不去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困难，然后试着要让这一些所谓的有神经多样性的人呢，努力的去迎合并且融入所谓主流社会的一个样子的时候，那其实就等于是我们在要求其他的人，你只能压抑你自己，你只能活成一个样子。那通常呢，到最后这样子呢，只是让这一群人变得有更多的自我的怀疑。那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有非常多的神经多样性族群的人，其实他们也会患有所谓的焦虑症，又或者是忧郁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在的做自己，又或者是他们必须要压抑自己，又或者是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适当的资源去支持他们活成他们应该有的一个样子。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 neurodivergent 有这么一个大力推广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呢，在历史上来看好了，这所谓的这样子一整个社会运动呢，其实是从泛自闭症的一个族群开始。那他们其实是提倡呢，泛自闭症呢，它是一种大脑神经的一个异同，而不是一种疾病，它需要被治疗。那也就是他们希望大众呢能够去接纳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而这样子的一个提倡呢，也让其他的一些神经多元性的族群也慢慢的去接受。对啊，其实我们就只是大脑跟大家不太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接纳并提供更多的资源跟支持，那也许他们可以活得更开心，也许我们可以更适应这整个大环境。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多人想要提倡所谓的神经多元性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呢？现在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人呢愿意公开表态自己其实是有 ADHD， 又或者是呢自己可能大脑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跟人家运作方式不太一样。Hey, it's okay。那我们就只是跟大家不一样而已。那我相信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再讨论一下，就是所谓的神经多样性的一些主要的假设。那第一个呢，就是神经多样性它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否认，就是大家的大脑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所以呢，你有你的强项，我有我的强项，而你有你的弱点，我也有我的弱点。OK， 那第二点呢，就是神经多样性的存在其实是有价值的。如果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时候，今天我们就只会想的，这个加这个只能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看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更快去解决一些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又或者是呢，更能够刺激我们彼此不断的脑力激发，或者是刺激我们彼此不断的去成长跟发展。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OK。第三个呢，神经多元弱势族群 Neuro Minority，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词呢？也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变成一个 minority， 就是一个弱势族群，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跟大家不同而变成我们是一个弱势族群，而是这个社会不够友善，导致于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大众对于神经多样性的人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标签化，还有一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障碍的不适应、不接纳，然后导致于我们在社会或者是在学习上遇到更多的障碍。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是个有近视的人，那我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瘠的环境，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隐形眼镜或者是眼镜可以帮助我去看东西的话，那我就会被诊断成是一个有障碍的人，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东西啊。但如果这个社会是能够提供我资源，也就是我能够去检查我的眼睛，然后了解我的近视的度数，然后给我一些就是佩戴适当的眼镜，那我就可以能够好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所提供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吗？这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那当然呢，有人说那我们这样子去提倡所谓的神经多样性，似乎就是要把这些神经多样性的人呢，例如说像自闭症，把他们讲的好像是只是我们大脑神经跟其他人不同，那其实他们就是不需要其他的资源或支持，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更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给这一群神经多元性的人去接纳并去认同，就是确实这一群人的大脑机制和大多数的人不太一样。但是也就是因为不太一样呢，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更需要努力的去创造一个多元友善的一个环境，那让他们能够觉得他们是被尊重，也是被接纳，然后也是有价值的社会一份子。那我们去提供给他们适当的资源和协助，才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去努力的一个大方向。那我们去提倡所谓的神经多元性，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重视所谓的医疗资源。例如说，我其实很多人在私下都有私讯给我，然后问我一些跟ADHD 相关的一些资讯，他们会问说可不可以，或者是需不需要去吃药。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药，有些时候确实当你的症状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当然是必须要吃药。However，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也需要学着如何管理你的生活，而这个其实是必须要同时进行的。所以医疗的部分跟我们其他社会上面的一些资源和支持，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斥的。但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资讯呢，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我们的社会其实可以创造一个更友善、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更多元支